五行与八卦的关系，五行跟八卦的关系就是这样。这是后天八卦，坎在这里水，艮在这里土，正巽在这里木，离火在这里，坤艮是土在这个位置，这个乾兑是金。五行和八卦之间是可以对应起来的。正巽木，乾兑金，并属土，艮与坤，离为火，未曾变，坎为水，不更新。这是我写的，这五行跟八卦的对应关系。我们大家一定要把五行和八卦对应关系非常清楚明白的记在脑子里面。乾兑是金，正巽是木，但乾金和兑金不一样，一个大金，一个小金。正巽木这两个木也不一样，正就是刚刚长出来的新鲜的木，巽就是很老的，就是正巽木跟乾兑金都不是一样的。但坎为水，离为火，它就没有什么火，就是只有一个。但是呢，离火也有不一样，比如说红色红纸是不是离火？红纸啊，红色的纸是不是离火？它的五行是不是离火？这种离火能够烧木头吗？不能嘛。就是相同的五行，就是木和木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参天大树，有的只是木之气。比如说水，水是可以生木的，但是你酱油能生木吗？酱油也是水，泪水也是水，泪水能生木吗？就生不了木。五行相生相克，你说金克木，金戒指能克木吗？金戒指能不能克木？你牙齿也是金，你牙齿能不能把木头咬下来？它这个乾金跟兑金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砍刀、菜刀，这个是乾金，我们牙齿就是兑。我们能不能伐树的时候用牙齿来伐？显然不行。就是金和金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八卦五行对应。五行的万象休求死，这个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一条啊，就春季属木，这一点大家会不会清楚？春季的时候，这个是火、木、水、金，这个是土，现在暂时不管它。春季的时候就是木气旺，所以说春季是属木的，这个夏季是属火的，秋季是属金的，冬季是属水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万象休求死。春天的时候木气是不是最旺？春天的时候木气最旺。为什么春天的时候木气最旺？因为当家的那个老大，当皇帝的那个人是我家的呀，所以说木气非常旺啊，叫旺。相是什么？相就是木生的，它就是第二旺，就你最旺，你生我，我就第二旺。什么意思？就宰相的相。相就是仅次于旺，宰相是不是仅次于皇帝？相是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相是什么意思？相就是宰相的那个相，就是木生火，水属火是相。然后呢，水生木，我非常非常旺，你来生我，你是不是就休了？休就是很困顿，要休息的。你去生我，我这么旺，你来生我，我这么大，你来生我，你是不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力量啊？你是不是到后面只好去休息啊？然后呢，囚是什么？你来克我，你可不就是要像囚徒一样，你要困顿，你会被人家关起来，你敢来克我，我是最旺的，就囚死。木克土，我最旺的时候，你被我克，那你可不就死了吗？但是这个死啊是动态的，它不是真死了，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土它会暂时失去它的生克的功能，它不是说真的死了，它是动态的死。这就是万象休求死。比如说夏天是不是火最旺？然后呢，土呢就相，然后木就是休，水就是求，金就是因为火克金嘛，所以说在夏天金就死了嘛。这就是万象休求死，一定要记住万象休求死。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我们都讲，你是万象的呢，还是休求死的？就万象是一个性质，休求死是一个性质。就是你这个爻，我们将来六爻，这个应爻、四爻，你是万象的呢？你旺相，你就有能力去生克；你休求死，你就没有能力了。你都休求死了，你怎么克别人？比如说我们在卦里面发现，我们财挺旺的，兄弟爻发动，你发动这个藏财的时候，最忌讳兄弟爻发动来克财。可是你兄弟爻休求死了，我怕你个肾。你休求死了，休求死，它就失去了力量了，没有用了。但是它如果是动摇，它随着时间它会变旺。就是比如说
修求使一个木爻，它到了春天它就变旺了；火爻它到了夏天，碰到夏天或者碰到这个5月4日、5日，它就又变旺了。就是爻它在时间的流变当中，不停的会有这种万象修求使的状态，这叫万象修求使。以春季为例，春季木旺，因为木得到春季五行的比，旺就是正当令，就是正好遇上自己人当权。这个刚才已经都讲过了。注意，4季五行状态表没有土旺，没有金相，没有火修，没有木囚，没有水子，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先把它记下来。有没有土旺？土有没有旺的时候？你看金木水火是吧？这里是土，为什么没有土旺？这一排没有出现，因为还没到出现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记在那里。